2年零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。养蚂蚁得有蚁后，每年的5到7月是蚂蚁们的繁殖季节，尤其在大雨过后的晴天里，蚂蚁们常会在空中群舞，这是蚂蚁们在举行飞行婚礼。捕捉蚁后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昆桑这次决定来个守株待兔法，把10个石膏蚁巢带到野外，在里面注入水，让它们保持湿度，在蚂蚁出没的附近开始挖坑，接着把石膏蚁巢放进去。这边也埋一个，然后用土把它埋好，上面插上一个标记。3个月后，昆桑又回来这里，时间太久，都差点找不到地方。还好这里人烟稀少，标记还完好无损。挖开土壤，这个蚁巢被发现了，可是仔细看了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再挖一个，好像也是什么都没有，蚂蚁们根本没有进去，可能是出口被土堵住了。挖了几个都没有蚂蚁，这让昆桑很失望，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拿出蚁巢，隐约看到里面有东西在动，湿掉保湿的塑料袋，果然里面有一些蚂蚁，而且还有一只蚁后。想要抓到蚁后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那就是随缘法。吃完晚饭，昆桑就出门寻找蚁后了。在路边的角落有2个放屁虫，它们会放出高温臭屁保护自己。为了不也一手臭味，昆桑还是忍住没上手把玩。夏天的晚上，野外有各种昆虫出没，这棵大树的下面就爬满了蚂蚁。看到这个景象，昆桑内心狂喜，仔细找了找，还发现了个头很大的蚂蚁。这就是蚁后啊，身子上有翅膀脱落的痕迹，说明它刚刚婚飞完。如果把它带回家，那么就可以打造一个蚂蚁帝国了。2个月后，蚁后产下的卵已经孵化出了10几只公蚁，里面那堆黄色的是它刚刚产下的卵。公蚁们在保护着这些卵，蚁后的帝国在继续扩展。这小空间就有点憋屈了，昆桑又买了一个石膏蚁巢，把这个小盒用圆管和石膏蚁巢连接在一起。很快就有一只好奇的蚂蚁穿过管道走到了新蚁巢里，它是蚂蚁帝国的侦察兵，得先观察一下这个新地方。慢慢的，他走到了蚁巢最下面，转了一圈后，他回到了家里。一个新蚁巢是不适合居住，可能是小蚂蚁们首先要考虑的。看了一会儿，原来的小巢住的挺舒服，蚂蚁们好像没有要搬家的意思。昆桑决定帮他们一下，给原来的蚁巢里制造一场小地震。地震结束了，侦察兵又出动了，他开始测量新蚁巢的尺寸。过了一会儿，蚁后和公蚁们还是没什么动静。这新蚁巢又新又大，蚂蚁们为什么无动于衷呢？地震又来了，这次更加强烈，有差不多10几。这次侦察兵走得更远了，他来到了新蚁巢尽头的巢室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回到了家里，以后还是没什么动静。经过了2次大地震，就蚁巢里出现了一个东西。昆桑仔细一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一根蚂蚁腿。看了一下，原来是蚁后掉下来的。昆桑想把蚁后拿出来检查一下，没想到引起蚁群里一阵骚动。蚁后顺着管道跑到了新蚁巢里，他并没有直接进去，而是用触角在探索信息素，觉得不对劲，以后又想倒车回去了。那能引吗？自然是不能的。昆桑把蚁后抓了出来，单独把它放在新蚁巢里。以后冷静了下来，不知道这个方法管不管用。到了第2天，连接上管道，蚁后又跑回来了。这次昆桑把蚂蚁们放进喂食区，相比之下，石膏蚁巢舒服多了。这次蚁后很快就开始搬家了，前后都有工蚁在帮助他搬家，那条掉下来的腿也搬了过来。蚁后选了一间房间住了下来，有的工蚁开始给蚁后喂食，大部分工蚁开始搬运蚂蚁卵。3天后，蚂蚁们在新蚁巢安定了下来。昆桑在野外抓到一只昆虫，这只好像是柠檬的飞虫，有一个尖尖的口气，闻着肉也是肉。蚂蚁们的食物这不就来了吗？把它塞进蚁巢里，蚁巢里有了新的入侵者，蚂蚁们能闻到味道吗？过了一会儿，一只工蚁开始探索味道的来源，它发现了这个入侵者，不过看它走路的姿势，好像有点害怕，它感觉到了危险，撅起小屁屁
开始攻击它，而且它非常谨慎，在没接触虫子之前不敢轻举妄动。以后也发现事情不对劲了，工蚁们纷纷赶了过来，不过没有一个工蚁敢主动出击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蚂蚁们和牛虻都相安无事。昆桑觉得可能是牛虻太大了，蚂蚁们不敢和它正面对抗。昆桑把牛虻从蚁巢里拿了出来。这些蚂蚁到底喜欢吃什么呢？7天后，随着蚂蚁们搬到了新的蚁巢后，这些蚂蚁卵也慢慢的变大了。随着它们慢慢长大，它们需要的营养也会变多。在野外给蚂蚁寻找食物的时候，野草的草尖上经常有满满的蚜虫。昆桑把它们连同野草一起带回家一些，这些蚜虫一个个都肥嘟嘟的，把野草连同蚜虫一起塞进蚁巢里。很快就有一只工蚁跑了过来，它又撅起自己的小屁屁，并没有把蚜虫当食物，即使是吊在身边的蚜虫，小蚂蚁也没看一眼。昆桑把野草拽了出来，蚁巢里留下了很多蚜虫，希望蚂蚁们会慢慢接受它们吧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 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。养蚂蚁就得先有蚂蚁窝，昆桑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一个石膏巢穴，把喝完的一次性的透明奶茶杯四周剪2个开口，方便脱模。把隔壁王奶奶不用的化妆棉剪成圆形，放在杯子底部，把开口用透明胶带粘上。接着开始用粘土制作蚁巢，由呈球形切2半，粘在奶茶杯上。多做几个用细条的粘土连接起来，这是以后蚂蚁的通道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得做一个通向活动区的出口，要不然就是死胡同了。把石膏粉加水按1:2的比例混合，轻轻的震动出产生的气泡，喷上酒精，气泡就会消失。把做好的石膏液倒进奶茶杯里，1个小时后，切开事先剪开的开口，取出里面的石膏，把粘土取下来，原来粘土的地方就变成了蚁巢。底部是可以装水的空间，可以保持蚁巢的湿度。用砂纸简单打磨平整，放进一个完整的奶茶杯里。为了不让蚂蚁爬上来，边缘涂抹防潮液。大概2天后，一个石膏蚁巢就做完了。还可以制作几个不同大小的巢穴连接起来。昆桑把10只蚁后放进了这个石膏巢穴。5个月后，看看蚁巢都发生了什么。蚂蚁们在蚁巢里生活的还可以，数一下蚁后的数量，怎么才7只呢？原来旁边还有3只，10只蚁后都表现得不错。没想到蚁后们会在一起产卵，而且工蚁们一起照顾生下来的卵和幼虫。到了天冷的季节，蚂蚁就很少会出去活动了，现在看起来还挺活跃。工蚁们戒备森严，好像在探索食物。昆桑并没有给他们喂很多食物，这片黑黑的就是他们的垃圾区。听说他们喜欢吃的是种子，昆桑找了一些蔬菜种子，看看他们会不会吃呢。把种子倒在活动区的中间，果然有一只蚂蚁过来了。有时候种子会在蚁巢里发芽，这只工蚁搬不动种子了，它请求支援，马上就来了10个工蚁来帮忙。在特别光滑的地方，蚂蚁还会摔倒。这种蚂蚁在自然界中会在地下1到3米的地方建造巢穴。据说为了提高出生率，也会有很多蚁后合并在一起的情况。过了一会儿，种子几乎都被搬走了。蚂蚁们还挺勤快，为了过冬的储备，他们会在10到11月积极的收集种子。现在后面的房间还是空的，如果群体变大的话，会使用后面的房间吗？只需要制作这么一个石膏巢穴，就可以感觉到蚂蚁成长的神秘和美好，还挺好玩的。这石膏巢穴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感觉有点不清爽呢。那咱们就来点清爽的东西，透一透。这也是我最近用的非常多的一款产品，海洋至尊衣物喷雾。像平时我们开车，车里有味，或者说身上的烟酒味啊、汗酸味这种来不及换衣服的，用这个喷一喷就可以去除。它不是以香盖臭，而是利用去味因子渗透衣物，3段式从根源分解异味，先除臭再留香。这天气转凉了，那些刚拿出来的压箱底的衣服身上的美味
和大衣上恼人的火锅烧烤味也可以轻松去除。而且冬天马上就来了，晒被子不勤快的小伙伴们还可以用这个除螨一绝，里面的植萃配方除螨率可高达 99.22%， 木糖醇还可以让衣服变得有远亲肤，和静电直接说拜拜。最重要的是它的香味小众又高级，携手美国 IFF 果剂绿叶和木梨的清爽水生气息，一下子把人带到阳光下溢。茉莉、玫瑰散发出洁净的气息，透彻无杂，清风徐徐，心意随行，像雨龙泉带来的温暖与热情，让人久久回味。现在评论区就有限时优惠券，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冲！6个月后，昆桑又有了新的想法，想打造一个大型的石膏巢穴，使用海绵泡沫画出形状，斜下画出的形状填充上石膏液。同样的道理，去掉多余的部分，一个大型的石膏野巢就做完了。把它放在一个60厘米的鱼缸里，紧贴着野巢的是一个泡沫制作的小坡，旁边再放一个小石膏巢穴，在石膏巢穴下面铺上一个吸水垫，在玻璃上打孔，用管道连接到吸水垫上，管子里加上水，可以给巢穴里提供稳定的湿度。使用牙医强化石膏兑上水，把它们倒在切好的泡沫上，让石膏液均匀地流在泡沫的表面。等石膏完全干好，这里有4000只蚂蚁，不够的话，这里还有满满一盒。把它们用蚂蚁吸尘器转移到鱼缸里，这么整太墨迹了，干脆直接到里面的蚁后也超过了10只。随着蚂蚁们蜂拥而至，它们也开始进入蚁巢。玻璃上到处都是蚂蚁，盒子里发现了一只蚁后，把它扔到新蚁巢里，马上就有一群工蚁过来保护它。昆桑还在野外收集了一些松针，把它铺在石膏巢穴上，这样看起来更自然，蚂蚁也更有安全感。这个石膏巢穴非常方便观察蚂蚁的生活。蚂蚁卵的管理，石膏底部加了水，玻璃上产生水蒸气，看起来有点模糊，以后全缩成了一团，有个头大的蚂蚁带着它寻找合适的住处。过了一会儿，蚁后已经进入了巢穴，在里面它非常有安全感。半个月后，和之前不同，蚁巢里已经住满了蚂蚁，玻璃上的蚂蚁变少了，蚁巢里蚂蚁都挤在一起，找到合适的地方占领自己的位置。不管是卵和幼虫，都更方便管理。管道外面接了一个切了一半的塑料瓶，可以更方便的给蚁巢加水，自动的给蚁巢增加湿度。昆桑在这里发现了几百只BBQ的蚂蚁，可能是在搬家过程中失去生命，也可能是自然死亡的。到了喂食的时间，看看到了新家的蚂蚁们是怎么捕猎的。昆桑拿出一个昆虫果冻，还有几只面包虫。好家伙，面包虫自己就跑到了蚁巢里。与此同时，昆桑还拍到了以后产卵的画面。只见他从小屁屁里挤出了一个小米粒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小米粒就掉了出来，这就是蚂蚁卵吧。然后工蚁就会把蚂蚁卵放在一起管理。昆桑很好奇的是，这里面这么挤，它们是怎么活动的？这样就成功的打造了一个石膏巢穴主题公园。面包虫已经被蚂蚁包围，找不到影子了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